我爸常年承接村里的酒席，一桌只要500元。可柳如烟回村后，竟然指责我爸赚了村民30万黑心钱。我在酒楼吃的鲍鱼龙虾才199一桌，你爸在农村办的酒席凭什么收500块？村民听到后纷纷红了眼，逼我爸退钱，还大骂我爸死瘸子。我气得直接把我爸带回城里，不再接任何酒席。柳如烟却得意洋洋道：“以后村里的酒席都由我来操办，有鲍鱼有龙虾，只要199元一桌。”之后，我的酒楼门口突然就出现了一个扬言和我做大生意的神经病。我找你们酒楼做的可是大生意，我为了表诚意，先订20桌，就要那个199的鲍鱼龙虾套餐，你那边给个优惠价吧，150，行吗？我爸是瘸腿，早些年被人瞧不起，就连我妈也跑了。我小的时候他就给队里当厨师，后面日子好过了，就开始承接村里的酒席，10里8村的酒席都是找我爸办菜。李大牛这次结婚也不例外，500一桌的标准，一共订了20桌。回村的路上，我笑道：“爸，你年纪也大了，办完这次就回城里给我当大堂经理呗。”你赚的是钱，我这个赚的是情怀，我就喜欢人家叫我赵大厨，夸我做的菜好吃又实惠。全家出动，还请了4个小工，忙了大半天才把东西搬到李大牛家。李大牛客客气气的给我爸递了烟，叔，这次多亏了您，要不是您给我赊了20桌酒席，我这个婚还真结不成。您放心，等我收了礼金，一定把欠你的钱给付了。我爸无所谓的摆了摆手，让李大牛去忙其他事。村里也来了好多人，现场好不热闹。只是临近中午，突然出了意外，一声尖锐的女声划破天际：“大叔，你们这心也太黑了！你们坑其他人就算了，为什么要坑乡里乡亲？”热闹的场面顿时鸦雀无声，大家都朝声音的来源望去。我抬眼一看，说话的是村里的大学生柳如烟。我爸有些不知所措，用围裙擦了擦手，温声道：“如烟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坑大家什么了？”对啊，柳如烟，你在这闹什么呢？大牛哥，一桌酒席他们收你500，不是坑你是什么？柳如烟横眉瞪眼的样子，就好像我们一家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。村民也都听懵了，顿时议论纷纷。这村里酒席不都是500一桌，再贵一点我们也办不起啊。对呀，前一段时间我儿子出嫁也是500一桌。这500一桌不是正常的价格吗？柳如烟，你今天要是敢在我场子上捣乱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我没有捣乱，我说的是事实。他们一家就是赚了黑心钱。前2天我去饭店吃饭，一桌菜有龙虾有鲍鱼，你们猜花了多少钱？龙虾鲍鱼啊，这些东西我们一辈子都没吃到过，一桌子好菜怕是要成千上万。柳如烟把消费单拍在桌上，仰起头说道：“只花了199。199吃鲍鱼龙虾，怎么可能？你争我抢的开始看账单，还真是199。我不用看就知道是什么账单，因为酒楼是我开的。前几天柳如烟请同学到酒楼吃饭，他那一帮同学明里暗里都在嘲笑，故意点了一堆贵菜。到了结账的时候，他拿着仅有的200块钱，偷偷来找服务员问能不能打个折。刚好我在店里，作为同村的人，我肯定要给他撑面子，就安排服务员给他算成199。没想到回到村里，他就来砸我爸的摊子。柳如烟拉了一个凳子站上去，继续扯着嗓门说道：“大酒楼一桌龙虾、鲍鱼才花199，他家办的这些烂鱼烂虾，凭什么要收500？乡亲们有没有算过一笔账？一桌他赚300，10桌就是3000，10里8村的宴席都被他们家垄断了，一年少说要接1000多桌，那就是30万，30万呀！村民要种多久的地才能赚到30万？他们一家就是烂心思的资本家。我作为村里的大学生，必须站起来为村民说话，维护村民的利益。”30万对于村民来说是天价，不管柳如烟说的是真是假，村民的眼神中都染上了妒色。一开始大家都是以看热闹的态度笑着，现在面色阴沉，看我和我爸的眼神都是赤裸裸的恨意。我爸气得直接回道：“你胡说八道！我们什么时候赚过黑心钱了？现在物价飞涨，500办一桌席已经很便宜了，一桌酒席12碗菜，鸡、鱼、虾、牛肉、扣肉一样不少，就连餐具、桌子、酒水、收拾打扫都是全包，500算下来赚不到50，完全就是辛苦钱。”你说我家赚的黑心钱，你要拿出证据。我爸那么多年的威望还是在的。听到他这么说，大家的眼神才缓和了些。柳如烟立马反驳道：“嘿，谁会把昧着良心赚的钱拿出来说？大家不会忘了吧？我可是在他家帮过厨。”他的确在我家帮过厨。柳如烟家是村里的贫困户，有次办酒席收场的时候，他穿得破破烂烂的，问我爸能不能把剩菜剩饭给他一点。他上大学那年，我爸还给他拿了5000，难不成我家帮他还帮错了？我拉一把椅子坐了下来，我倒要看看他要做什么妖。只见柳如烟继续说道：“他家那些把戏我一清二楚，我可是亲眼看见赵刚偷偷数钱呢，大把大把的全是红钞票。”你胡说八道！你说的那次是我儿子给我的钱。没错，我每个月都会给我爸打钱，每次给我爸打钱，他都会取成现金，方便什么村里采购鸡蛋和青菜。没想到我辛辛苦苦赚来孝敬我爸的钱被说成了赃款。林哥，你不过20出头，一个人在外面能赚多少钱？不会是做什么违法的勾当吧？你胡说八道！你说我可以，不能侮辱我儿子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我爸拿着锅铲就冲上去打他，柳如烟立马躲在李大牛的后面，嘴里还在一直煽风点火。
叔，你这是狗急跳墙，如果不是做那种事赚的，那就是你们家赚了黑心钱。如烟挺老实一个孩子，看着不像是会说谎的。对呀，赵家这小伙很少回村，每次穿的衣服都看着不像是好人。一个年轻人能在外面赚多少钱，肯定是他爸用骗大伙的钱供他在城里吃喝玩乐了。村民的话越来越下流，我爸气得直打颤。这时突然一个妇女砰一声跪了下来，我和我爸都吓了一跳。我爸慌忙地将人扶起。王二婶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去年我儿子考大学，就是你给我家办的酒席，当时我家订的10桌子，一共5000块钱。是有过这件事。求求你把3000块还给我吧，我家孩子多，家里穷，实在是需要钱啊。你家都有那么多钱了，就把钱还给我吧。王二婶，天下做生意的价格都是提前谈好的，哪有后面退的道理？你家儿子考大学的时候，我爸还包了1000块红包呢。一码归一码，我又没求着你家送，你们黑了大家的钱，本来就该还给大家。再说了，我家和你家非亲非故，你爸送那么多钱，不是心虚是什么？说实话，我做生意遇到奇葩的人不少，这样不要脸的我还是头一次见。当初我爸明明是想着你家孩子村里考出去不容易，给你儿子添路费，你怎么能这样忘恩负义？柳如烟立马把王二婶扯到身边，与我对视之时，她义正辞严地说道：不要以为你家用这些小恩小惠就能抵消赚黑心钱的事实，这个钱你本来就该退给大家。柳如烟，你拿出我家赚黑心钱的证据，别什么脏水都往我家泼。证据，这是我们的账单，我在酒楼吃的199的鲍鱼、龙虾就是证据，你穿的奢侈品开的豪车就是证据，你爸贪了钱心虚送的礼就是证据，你家到底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赚黑心钱，你家是会倒大霉的。对，必须退钱，我们赚的是辛苦钱，无缘无故就没了，谁受得了？我们去找村长，让村长给我们评理。不用他们找，村长已经到了。我爸看见村长后，立马拉着他说道：村长，你是进过城见过世面的，外面的物价什么样，你是知道的，你快帮我和大家解释解释。赵刚同志，你放心，我一向是秉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为大家服务。我爸总算松了一口气，但我看村长的面相，总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了解了来龙去脉后，村长连连点头，随后问道：赵刚同志呀，不如你和大伙说一下，你具体一桌赚多少钱？一桌不到50，50也不少了。就拿大牛哥的宴席来举例，20桌你一天就能赚1000，不是黑心钱是什么？感情这个宴席是每天都能接到吗？辛苦一整年也赚不到5万块，还落下一身毛病。赵刚同志，你这做的有点不地道了。现在农民工一天的价格不到150，你一天就赚1000，这钱你怎么说？我爸也不是天天都能接席，况且我家的桌子碗筷这些的损耗不是钱吗？车的油不是钱吗？你瞧瞧，小伙子说几句还急眼，要我说这个钱你们就不该赚，我今天就做主，你们把钱退给这些村民。村长英明，钱必须退给村民。对，必须退，还得是大学生脑瓜子够用，不然我们就要被蒙在鼓里了。可不是嘛，这几个村的宴席都被他家垄断了，也不知道赚了多少黑心钱。我上个月也找你家办席了，按照酒楼的标准，你得退我3000。你上个月欠我的菜钱都没有给我，你凭什么起哄？那我欠你5000，你退我3000，我不就欠你2000了吗？真是不要脸，想赖账，活该老婆跑了，腿也瘸了。有种你再说一句。我就说，怎么了？你每天穿的妖里妖气的，也不知道在外面干什么工作。这些不要脸的白眼狼，好多人办席之前连定金都付不起，全是我爸给添的菜钱，有些酒后会补上，有些只补了一半，甚至有的补都不补了。结果他们就是这样对我爸的，全是一些狼心狗肺的东西。我气得捡起地下的棍子准备冲过去，下一刻手中的棍子却被人抢了过去。柳如烟夺走了我手中的棍子，说道：林哥，你家也忒霸道了一点，别人说实话也不行吗？做得出来就不要怕别人说呀。他们敢不赔钱？如果不赔钱，我们就砸了他家的摊子。我们把这些桌子椅子和菜都拿去抵债，他拿了这么多的黑心钱，我们拿去抵债也是应当的。如果你们敢动我家东西，我就报警了。那你报警呀，警察来了也会先抓你家这种黑心子。警察从镇上下来需要20分钟，20分钟后我家的东西说不定早就被他们搬干净了。烂桌子烂椅子不值钱，但是对于我爸来说，这些就是他的立命之本。李大牛，今天砸的可是你家酒席，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他们把东西抢走吗？李大牛是村里出了名的泼皮，年过30了也没找到媳妇，这次结婚也是花了天价财物，他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宴席被破坏。果真李大牛愣住了，立马开口准备阻止，谁知柳如烟拉住了他，故作神秘的说道：大牛哥，你婚礼那天我来给你操办宴席，200一桌，鲍鱼龙虾一样都不少，让你脸面十足。你确定是200？鲍鱼龙虾一样不少吗？那肯定的，如果我把你的婚礼搞砸了，那我就当你媳妇，
大牛哥，我都赌上我的一辈子了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好，我信你。李大牛，你能再不要脸一点吗？这些菜钱和酒水你都没付钱，当初可是你求着我爸给你赊账的。都什么年代了，你家还搞道德绑架这套呢？心黑就算了，还这么不要脸。见李大牛不阻拦，村民们就像疯了一样开始抢东西，肉类抢完了抢蔬菜，蔬菜抢完了就开始抢调料，一双筷子也不放过。我正准备报警，我爸就起身说话了：小林，我们走吧。爸，这些全是你的心血，难道就让他们这样糟蹋了？走吧。我爸说得很坚定，拉着我就走，我只好去开车。背后传来柳如烟的声音：乡亲们，我们今天是为民除害了，今后可不能再被人骗钱了。我们村那么偏，10里8村就赵刚在承接酒席，他走了之后，今后的酒席可怎么办？我敢揭穿，自然是想好了退路。我在城里有资源，今后村里谁家要办酒席的可以来找我，我只收210桌。天呀，200一桌，这样大家收了礼，今后就能多留些钱了。还是读书好呀，大学生真棒，帮村里做了大好事。就连柳如烟的爸爸刘勇也被村民追捧。刘勇一改往日对柳如烟非打即骂的态度，自豪地说道：我女儿可是大学生，大学生以后可是要当大官的。老家也没什么东西，付了小工的钱后，当天夜里我就带我爸回城了。车上我爸一言不发，我也能理解，他当了10多年的老好人，却被人这样诬陷，这是尊严问题。尊严对于他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最为重要。我安慰道：实在生气，我们就报警，把你那些东西拿回来，再告他们造谣诽谤。没用的，他们胡搅蛮缠一辈子了，怎么扯清楚？不怕贼使坏，就怕贼惦记。如果不让他们发泄一通，他们就会发泄到人身上。儿子呀，我是不忍心看他们这样侮辱你，更怕他们动起手来伤害你。如果今天我们不回城，也不知道他们会为了钱做出什么事。说完，我爸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，第二天酒楼的经理却来通知我，有个人在酒楼门口大喊要见老板，商量大生意。我站在2楼，就看见柳如烟在和经理吵架，说着他就把单子递给了经理。老板，我上次吃的就是199的套餐，有龙虾鲍鱼那个，不信我拿消费记录给你看。我找你们酒楼做的可是大生意，我为了表诚意先订20桌，你看你们酒楼那么空，一天恐怕接待不了20桌吧。我们酒楼走的高端路线，一般来吃饭的消费水平都不低，怎么可能每天都坐满？柳如烟做事怎么就不动脑子呢？不是，你们会不会做生意啊？我今天订20桌，明天有可能就订100桌，你给打个折，150一桌怎么样？小姑娘，你是不是走错了？150连我们酒店的汤都喝不到。胡扯！我上次来你们酒楼吃饭，满桌子的鲍鱼龙虾，就只付了199，你可不能看我订的多就坐地起价。要不是看着你家味道好，这种好生意怎么轮得上你家？好啊，那你就去找别家吧。我从楼梯上走下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柳如烟转头看见我后，表情立马就变了。经理见状，立马恭敬地喊了我一声老板。柳如烟听到后，眼珠子瞪得老大了，眼中充满着不可置信。片刻，震惊就转为了嫉妒。好啊，你家果真是赚的黑心钱，在大城市做的菜是199，在村里做的席就是500，就是欺骗没有文化农民。你们一家黑心肠是要遭天谴的。他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，眼中全是妒火，说着立马就拿起手机报警，告我们涉嫌欺诈。等待期间，他还拿起手机开启了直播。服务员想上前阻止，被我拉住了。我是今年毕业的大学生，我实名举报村里的赵刚一家，还有他的儿子赵林，利用村民没文化，欺骗村民血汗钱。赵刚在村里骗钱，他儿子就在城里挥金如土，还用骗来的钱开了大酒楼。说着他就把摄像头对着酒楼拍了一圈。我也打开了他的直播间，涉及的话题比较敏感，所以直播间一下就冲进了很多人，弹幕纷纷打出到底是什么酒楼，居然如此恶毒。柳如烟抬眼看向我们的招牌，几个繁体字没认出来，经理好意提醒道：我们叫慧林阁。对，就是慧林阁。他们在城里推出的鲍鱼龙虾套餐只要199，但是他爸在村里给村民办酒席却要500，其中赚了多少钱可想而知。慧林阁有199的套餐，怎么可能？他家订过包间都不止199吧？村里一桌500，好像是挺贵的。楼上有点常识好不好？人家是酒水全包，餐桌餐具一条龙，500已经够优惠了。眼看着网友越来越多，柳如烟也越来越激动，直接拿着手机镜头对着我。见镜头对着我，我立马吩咐服务员把他之前的订单拿了过来。这位女士呢，是我的同村邻居，之前在酒楼请同学来吃饭，一共花了5999，她没付钱，哭着求服务员打折。最后我看在同村的份上，只收取了199。结果她小人得志，真以为199就可以吃鲍鱼龙虾，还跑到村里砸了我爸的摊子，说我家赚黑心钱。今天又跑来让我们150给他送20份5999的订单，还想网暴我。到底谁才是黑心肠？谁才不要脸？我很流畅的就把这些话脱口而出。柳如烟根本来不及反应，直播风向一下就变了。况且现在是什么时代了，网友也不会那么蠢的以为谁先发声谁就是好人。第一次见网暴自己的，笑死了。这女的没事吧？199想吃鲍鱼龙虾，这简直就是泼皮无赖。老板也真是遇到白眼狼了。
那些证据我早就叫人弄了100页的 PPT， 这波流量我肯定会抓住。你们这些人懂什么？他就是赚了黑心钱，不然怎么可能开得起酒楼？我和他一个村的，凭什么他能过得那么好，我过得那么差？根本原因就是他家黑了村民的钱，而我没有。他一番话下来，彻底激怒了网友的怒火，直接被骂停播了。警察来了之后，我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讲清楚了，而且是有证据和监控。柳如烟只凭一张嘴在说，毫无说服力。我直接表明我的态度。既然他那么不领情，那么我要求他把之前没付完的钱全付了。柳如烟见事情不妙，拔腿就跑，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住，赔钱道歉和拘留。柳如烟选择了赔钱道歉。付钱的时候，他眼中满是不服。我吩咐经理好好送一下我们大客户。到门口的时候，经理低声细语的和柳如烟说道：“小姑娘，你还是识趣一点。现在199怎么可能吃到鲍鱼龙虾？我们可是大酒楼，又不像对面那家一样用一些预制菜来骗人。”柳如烟听完后眼睛亮了。柳如烟走后，前台突然走过来和我说：“林哥，我妈昨天给我打电话，问你们怎么样了。还有，柳如烟赔的这个钱根本不是她的钱，是李大牛给的酒席钱。明天就是李大牛结婚了，要是知道钱被柳如烟私自花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”前台是我家远房亲戚的女儿，一直就跟着我，也不是所有人都是白眼狼。替我谢谢大伯娘，让她继续帮我打探着吧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离开酒楼后，柳如烟果真去了对面的荣耀大饭店，而我趁着流量热度，立马把 PPT 上传了，并解释了来龙去脉，包括柳如烟从小被我爸帮助，以及她是怎么背刺我爸的整个过程。我还放出了我爸的银行卡流水，热度一下就冲上热搜。网络对于村民来说没用，但是对我有用。我通过这股流量彻底打开了另一个市场。下午的时候，柳如烟又到门口叫嚣了：“赵林，就算你开酒楼又怎么样？我以后也会开得起。以为不给订餐我就没有办法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做梦！总有一天我会让所有人知道，我才是村里的骄傲。”他骂的这几句我倒是没听见，是经理转告给我的。随后经理还说，走的时候还从荣耀饭店搬走了好几箱东西，我瞧着好像是预制菜。和我预想的一样，柳如烟去订了预制菜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对面那家预制菜的老板上个月就找到我了，说有一批预制菜要过期了，想要低价转手给我。况且那批预制菜还是3无产品，为了鲜香什么都往里面加。不出所料，李大牛结婚这天还是出事了，非常严重，全体村民都食物中毒了。这件事影响非常恶劣，引起了重视，所有菜品都被送去调查了。村长李大牛和柳如烟也被抓去接受调查。后来前台小妹又给我补充了一点细节：哥，我妈吃的少，回家后就上吐下泻的，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是虚弱无比的。听说柳如烟把预制菜带回去的时候，给村民保证里面的菜品都是村民没有吃过的。经过她一糊弄，100盘还真像那么回事。李大牛就欢欢喜喜的准备娶媳妇。预制菜虽然好吃，但是分量不够，柳如烟就想让他爸以后也接酒席，展示厨艺，就加了1盘炒豆角。结果豆角还没炒熟，一开始我还嫌弃呢，谁家办酒只炒一个豆角啊？现在一看这豆角可炒得太对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咱们现在需要防止柳如烟往我们酒楼上泼脏水。果不其然，在柳如烟被调查的时候，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了我身上。我也去做了笔录，看到我时，他连忙指认：“就是他，我们的菜没有问题，是用他们家的餐具才出问题的。”凡事都是要讲证据的。经过调查，我没有问题，自然能轻轻松松走人。可他们就没有这么好运了，警察直接将李大牛和柳如烟被抓了，就连对面也被查封关门大吉。我以为事情就结束了，没想到柳如烟的爸爸刘勇会带人来我的酒楼闹事。要不是你家不办酒席了，我们村民也不会中毒，所以你们家要补偿我们。你知道进医院花了多少钱吗？我妈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，现在在医院花钱跟流水一样，挡都挡不住。你要赔偿我家的医药费。你们一家在城里开酒楼，不管村里人的死活，还有没有人性。见我出来后，村民的骂声转变为哀求：“小林呀，我们这次中毒耽误了不少事，医药费也花了不少，你总得赔我们一点吧？”对呀，怎么说也是一个村的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呀！谁毒的你们？你们找谁去啊？关我什么事？赵林，你爸呢？我们不和你谈，叫你爸出来。怎么看着我爸好说话，你们就逮着他一个人薅呗？你不可理喻！我正和村民对峙，怎么也没想到我爸真的来了。怎么，你们一群人欺负我儿子是什么意思？老周呀，你也知道李大牛的事，村里人本来就穷，现在还欠一屁股债。你看你开那么大一个酒楼，能不能资助村民？资助？对，也不要多的，1户补偿1万元就行。也真是臭不要脸！我给村里办席办了10多年了，5年前是500一桌，5年后还是500一桌，这5年物价飞升多快，我不信你们都不知道。你心里的明镜是的，一桌菜我的纯利润不到50，每一分都是我的辛苦钱。你们说我赚黑心钱，那你们得有钱给我赚吧，在座的谁家没欠我的钱？说着我爸就从包里掏出了长长的账单。王家上个月搬家欠了我15桌酒席，1桌没付。李家去年给老母亲办大寿订了20桌，一共2万块，只付了1万定金。张家前年给孩子办满月订了10桌
还欠2000块。你们今天都在，刚好把钱都还了吧。闻言，众人都愣住了。我也以为我爸是忘记了别人欠他钱，原来他记得一清二楚。只是他一直觉得乡里乡亲，自己不需要用钱，就没催找海。刘勇还是不要脸的说道：“姨妈归姨妈，你给大家补贴一点钱，大家不就给你还了吗？”继续闹吧，闹到警察来，进去住个几天半年的，看你们还敢不敢闹。见我真报警，刘勇就害怕了。毕竟李大牛和柳如烟都是被抓进去的。后来柳如烟被判得挺严重的，我去看他，他依旧不改对我的憎恨。凭什么你从小就能轻而易举得到我想要的东西？你妈跑了，我妈也跑了，为什么你爸爸就那么有本事？而我爸除了酗酒就是教训我。赵林，凭什么大家都是一个村出来的，你过得就比我好？凭什么？你悲惨的遭遇不是你害人的理由，更何况我爸对你有恩。你上大学之后，我爸总念叨着让我去看看你。还记得你在学校突然收到了一件羽绒服吧？我爸记得那件羽绒服2000多，他这辈子没有买过那么贵的。你们只是同情我，可怜我而已，我不需要你们的可怜，我要的是钱，源源不断的钱。你的确也挺让人同情的，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啊！可是现在完了，你一辈子都完了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。柳如烟泪如雨下。往后几年，村民也来找过我爸好几次，想要让我爸重新办一下酒席，就算涨钱也没有关系。原来我爸不办菜了之后，偏僻的山村没有人愿意去操办酒席，就算有，要价也极其离谱。很多人听说村里的事后都不愿意嫁过去，整个村子越来越凄冷。来了好几拨人，我爸都拒绝了，立场非常坚定。后来我爸就在我的酒楼里当起了后厨，他的厨艺颇受欢迎，大家都说有家的味道。我还把他写的大字挂在酒楼大堂，做起了诚信经营的招牌。从此村里无赵厨，惠灵阁多了一个赵爸爸。